喜逢大运，闪耀山河。本节目由茅台1935冠名播出。运河3000里，最忆济宁州。咱们要不分2个组吧，一个是才华的才，一个是财富的财。哦，咱直接就奔孔庙了是吧？来了，万仞宫墙，哎呦！万仞宫墙是说孔子精神的伟岸，人格的高远。哦，就好像我现在夸严老师，您的相声的成就跟胡老师，然后这个万仞宫墙就出来了。看了祭孔大典，相当壮观。鞭号一吹，天下太平。你看竹竿巷，是以前北方是没有竹子，都是那时候把竹子从南方运过来的。竹子当时也可以用来修运河上面的船。对。哎，补水到喽！喜逢大运，闪耀山河。本节目由茅台1935冠名播出。挥别洛阳开封，走运团来到京杭大运河最高点所在山东济宁。济宁号称运河水脊，南望枢纽更是水利工程的精妙之作。这一次，走运团在一家早餐店迎来了几位神秘的嘉宾。哎呀，你怎么到这么早？你是不是饿了已经？我看错了，我是看成喝参汤。你看成人参的参了是吧？而且还是阳澄海撒汤，我看成阳澄海参汤。我是施展，现在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当教授。我参加这个节目，我是想能够在书本之外，到历史现场来更多的了解运河是什么样子。哎呦，你们都到了呀！我是周轶君，我来到闪耀吧大运河非常的开心，因为呢，我其实自己在2006年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背着小包把大运河沿线走了一遍。我想这次过来，我其实有一个方面是记忆的打捞，就看看原来的那些风景。我想这个旅程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怀旧与新发现的过程吧。你们是不是都在酒店吃早点了？没有啊？没有，听说有这个就特意，昨晚都没舍得吃。来了。哎，是你们的羊汤是吗？对。哎，我听这口音怎么？这玩意儿是谁的？这玩意儿，哎，这是谁呀？这口音怎么那么熟啊？这玩意儿是你俩。口音熟不熟？我就觉得他眼神很飘忽，肯定在躲避我们。这是你们济宁的名吃啊？济宁的砂糖。砂糖，萨不是这，我问你是啥汤？叫这个砂糖。对，是啥汤啊？老板让的，咱不给他喝了。乾隆爷，你别问他了。一直问你啥汤？能给你合个影吗？啊，你喝什么？我操，我这一定问你啥汤？大家好，我是志胜，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其实我真的是生长在大运河旁边，听了很多关于大运河的故事。大运河现在应该还是在影响着我们的，所以说希望我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自己多去学、多去听、多去看，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大运河。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你是济宁的吉祥物吧？我今天就做好服务工作，不能做，今天就做服务。不是你得吃啊？不用，我今天就看着大家喝啊。那行，你站一会儿吧。您这个鸡蛋是我亲自打的啊？这字念啥？是叫？对，叫啥？就叫啥汤啊？伙计们都来，给我拿个碗，我给他们打几碗。那就来5碗吧。我这么对着他们，我看他们能认出来吧？这是鸡蛋清啊？鸡蛋。哦。羊汤然后搓到里面。
哦，还有饼呢，就来一斤，来一斤，来，走。行，一点没认出来。那我换一碗。哎，真的，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我从来。这个叫砂汤，这饼是往里泡是吗？对，往里泡。那你一边说，你给我弄的，哎呦，这不嘴不闲着，手也不能闲着，这也不耽误你。说乾隆年间，乾隆来这边过大运河，他就喝了一碗汤，他就问，就跟您似的，对，说这是啥汤？然后当地人也不敢反驳他，说以后就这就砂汤。皇上说的对，这就是砂汤啊。皇上说的。哦，您尝尝。行，我尝尝。这个主要是以羊骨头熬的，这个是羊汤砂。这一碗汤冲几个鸡蛋？冲俩。一个鸡蛋。哦，它这里边这个姜丝儿是非常好。对，好喝。真不错，真不错。这个真的喝砂汤，我们小时候，不是老起得晚嘛，那为了吃早饭就得这样。哎呦天哪！因为热，因为烫凉的。路边喝能干啥点？你们小时候都吃这个吗？是啊，就打一个鸡蛋，然后把它打散之后，然后直接加开水。不是蛋花汤吗？那也太简易了吧？那个是简易版，皇帝一般喝这个，我们就喝那个。大家这回来，有谁了解我们运河吗？我们济宁的运河。没有，跟你讲讲。因为我们从小其实就听着这个运河的有一个俗语叫“南望运河”，叫7分朝天子，3分下江南。当时我们小时候就老听说那个有个庙叫分水龙王庙。我们一开始不明白这个分水是啥意思。然后呢，因为南望是运河水脊，就说明它是山脊嘛，山脊，所以说这个运河整个的地势在我们济宁是最高的。它地势最高，所以说那一段水利工程就比较复杂。就集合了我们整个济宁人的智慧，终于给他攻克了。哎，这怎么攻克的？咱们今天就去看一看他到底是怎么攻克的。行，咱们这儿也快吃完了，然后呢，我把今天的，人家在那刚开始吃。我觉得咱们到了这济宁了，还有济宁的这个地陪，咱们要不分2个组吧？我觉得。哎，你看，一个有贝壳，一个没贝壳。我建议严老师，您就尽量选这个菜。我们来这个小贝壳这个啊。行，我孩子花太多了嘛，我就选吃啥补啥的。真不客气，哎呀。那就我张老师至上我们仨。行，来吧，出发吧，朋友们。咱直接就奔孔庙。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学这些东西，你就感觉离自己可近了呢。你学个《论语》啥的，说就在曲阜孟子呢在州城，然后曾子在家乡，然后你一听这老家人，这可有感觉了呢。小时候课文头一句就写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我就背到这儿，我记得老有这么一个天天说。我也是有一回上课，突然提到至圣先师，我一听至圣，我腾就点名了，我在那走。哎呦，到了。孔庙，这座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建筑，是为了纪念孔子而建的祠庙。孔子逝世第2年，鲁哀公将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开启了对孔子的岁时祭祀。沿着京杭大运河分布着众多的孔庙、文庙、书院等文化机构，它们共同构成了运河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共生空间。孔圣人来了，万仞宫墙，哎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好，像至圣，你好，杨洋讲。先来个儒家礼仪。哎呦，这个怎么讲？是哪个手在上？男生左手在前，左手在前，女生右手在。哎，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诸位的关怀、教诲接受过来牢记在心看得无比崇高表示感谢。哎呀，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嘛。所以大家在这儿就能感受到礼仪的熏陶。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智胜老师，久闻大名，在这里可不敢称智胜。我是孔子的76代孙孔卫封。哎呦，失敬。首先来到我们曲阜的南门明固城墙，第一道门万仞宫墙。这是怎么讲的？万仞宫墙的？万仞宫墙是说孔子精神的伟岸，人格的高远。这句话原来说是别人夸子贡。哎，对，然后子贡就有点说不能这么夸我的师傅是我1万倍的这样的，对。别人夸子贡说你的学问已经跟你老师差不多了。子贡说我的学问像肩膀一样高的宫墙，你能看见我们家的美和富。对，但我老师的学问啊是万仞宫墙。对，是有这个说法的。你看不见里边的美和富。就好像我现在夸严老师，您的相声的成就跟胡老师，然后这个万仞宫墙就出来了。明白，一下就明白了。我知道几位走运团的来寻宝的。对。那么我在后边恭候你们。那太好了。一路上你们会遇到很多难题。哎呦希望你们一路顺风。好嘞。这就是你们的通关文牒。好嘞，贴在上边啊，盖章打卡。下面请几位。好。进入我们的万仞宫墙。走。去寻找宝物。好嘞。好，万仞宫墙。哎呦，这两位小朋友，哎呦，欢迎3位来到至圣庙。哎，这跟我可没关系啊，跟我可没关系，可不敢放肆。大家好，我叫孔子涵，我是孔子的第76代后人。哦呦，大家好，我叫孔俊豪，今年11岁，是孔子第75代后人。我们要完成什么任务吗？下面由我们为你们出题，请问，好，我就怕这个，来了，请问孔庙为何又叫至圣庙？哎呦嘿，这个你肯定知道，孔子是至圣先贤啊，所以叫至圣庙。哎呀，这个我还真知道。是这你说啊，快乐啊！《史记》里边就司马迁就记载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6艺，忠于孔子。然后称为至圣。你也看看人家说，咱说对不对？他说的行吗？恭喜你们答对了。哎呦，好嘞，至圣庙。对，咱去找下一关。哇，这太中轴线了，这所有东西我感觉。对，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帝王建筑的这种思路嘛，也是帝王修的，所以说他肯定按照他拜祭的这种思路来。中轴线嘛，这个比较严肃一点，就像那个树也把这个人限定到这么一个情绪里面。我觉得就是有古树，就感觉特别的，对，就一下子那个古老的感觉就来了。对，大钟，哇，这个门，哎，不得不说这个门槛可真是够高的。有的门槛低哈，其实。不是什么行业门槛都高，我们行业门槛儿，脱口秀门槛高不高？让志胜回答一下。哎呀，脱口秀怎么说呢？现在还没有门槛。门槛，不过你看中国这种用建筑来形容一些东西的事，确实很有道理。对，拿门槛来说一个行业的准入制度。这是个楼，奎文阁了是吧？奎文阁。这个其实我在孔庙里边我最期待的一个房子。它这种阁修得很像电视这种模式的，这个多吗？也有一些，对，因为现在可能保留下来的可能没有几个了，因为毕竟高嘛，包括现在越高的建筑它越结构越有一些难度嘛。哎，你好，你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奎文阁。好嘞，它呢是创建于这个宋代，原名就是藏书楼。金明昌2年重建的时候呢，改名叫奎文阁。魁这个星宿的这个图像呢，当时弯弯曲曲的，像一个文字一样，所以古人认为它是主文章的。经那个明昌2年那个金昌东，认为孔子呢是文人之首，所以就是把它改名叫奎文阁。然后它也是从宋代以来，就是历代经过不断进行重建和扩建。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一个5间式的建筑，后来就扩建成7开间。现在是7开间。对，然后。
本来的问题就是开间这个房子有多大。那你这可难不住我们的这。我考考你，你知道这7开间有自己的名字吗？那我还真不知道，我住的就是开间。它中间这个大的这个比较亮的这间啊，它叫明间。明间。明间的隔壁呢叫次间，最头上那间呢好理解叫近间。近，你看尽头嘛。但是倒数第2间呢，它叫稍间，就是它这个7开间是最标准的这样的叫法。哦，再考你一个。不要再考我了。你看那脚上那有小的野兽啊，叫啥？五脊六兽呀！啊，那这个五脊六兽这是我们的方言。我们老师一般就上课说你老在那里就是做小动作嘛，说你看你五脊六兽的。知识点又来了，你看这个脊和那个脊叠在一块儿了，叫 callback。不，这个叫勾心斗角。哦。因为他当时可能建造的时候，可能确实地方不够了，他就采用这种错开盐的方式。这个知识点又来了。你知道孔子和运河有什么故事吗？孔子那肯定是有关系。他是怎么回事？当时那个齐鲁打仗的时候呢，鲁国为了求助吴王夫差，就派子贡找吴王夫差，让他搬兵救鲁国，然后吴王开邗沟，才产生了大运河的最早的这一段。原来张老师才是知识库啊！这都已经轻车熟路了，是吧？哦，这是传说中的大成殿。欢迎3位来到大成殿。请问，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被称为东方3大殿的建筑有哪几座？东方3大殿，就是民间的说法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太和殿、天匡殿、和我们的大成殿。大成殿都属于明清时代的。对，进来之后就感觉到庄严。这样你们通关了，我给你们盖章，你欢迎下次你们再来。哎呀，大成殿，恭喜3位完成任务啊！哎呦，不容易。这就是运河宝物碧玺驼玉碑。这块碑呢，整个连碑座呢是100多吨，从北京通过京杭大运河通州那儿运过来的。哇，这得老大一条船运它了，真挺不容易啊！吃水得多深呀，好几百吨。那可不是吧？哎，哥哥，这个到时候是一体的吧？不是，这个碧玺应该是后装，应该是后装，它碑座应该是有槽一个。对。人家后边还有，哎呦呵，哎呦呵，好了，这都是我学弟学妹呀。你们是学生吗？高3的，这还有空来这里？咋样呀？最近准备的？对了。哎呦呵，来朋友们，告诉我他的1模分数是？应该做那个靠门还是靠？靠窗的，哎呦我的妈呀！那你们现在压力大吗，朋友们？大，就很简单啊，我数学考了28分。什么？数学考28分？对，反正就是所以没有压力了。就这么说吧，老师的压力比你大多了，知道吧？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那你语文考多少？106。哎呦，厉害！来，拿个《论语》考一考。我得考一个。现在高考要求《论语》要背到什么程度？12章。12章哦。哎呦，来，朋友们来背一个“至圣文者也”，下一句是啥呀？至圣文者也，文上至则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完全正确。这我们山东考生，你看在开玩笑呢。找个男的。哎，这个他们肯定就不会了。来。哎呀哥，这个妹妹一看什么我不会啊！来了啊，叫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你考这个真算这里边算比较难的了，对。好像后面还有。好，这个来了。来。这个现在就符合严老师这种做法。咱们是君子坦荡荡，这边是。要跑得更快了，都跑呀！哇，厉害！这挺好。因为朋友们想考哪个大学呀？山大。大家哇，好多朋友想考3大，
这是我们山东人的最高学府。山东大学。就这么跟你说吧，山东大学仅次于清华北大。真的，在我们山东人考生眼里哈，还比北大。所有的山东学生就知道5个学校：清华、北大，山大、中海洋、中石油。然后考完之后知道哦，原来中国有这么多大学。谢谢，辛苦朋友们，你们好好学习。来，一定的。来吧，咱一块儿照个相嘛，给我们来，3、2、1，金榜题名！加油，朋友们！简老师，您也是第一回来？第一回来。您一来进去之后，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啊？感觉还是不一样，确实还是能感到中国历代，甭管是官方的、民间，对这个圣人的尊崇和这种崇敬跟崇仰，一直到延续到今天，传承。你看，咱看那些高考那些孩子来，对，这种真的就是这种传承蔚然成风的。中国人骨子里边的信仰一直就没变过。而且今天看到有那么多人在这里边旅游参观。对，这其实是民族精神。其实这个孔子的东西就是民族精神。而且我进去之后看到那些各个这个门那个门，圣石门、弘道门、大周门，上面的横没看见。哦，大城门到了，你有时候会感觉这真的就是一种历史在你面前流淌的那种感觉。没错，其实真的就走在那儿，你就会感觉到心就容易静下来。这个好像就是你根儿里的一个东西在滋养的一个过程啊。受益匪浅。你看竹竿巷。你看这李大刀、老陈大刀，这个竹竿巷我知道以前大运河就是也运兵器嘛，估计卖刀啊这些可能还是有点关系。有可能。炊具，这个运河上的走私物资，其中一项就是兵器，也有人在走私兵器的。当然最有名就是这竹子啦。对。以前北方是没有竹子的，都是那时候把竹子从南方带过来。就那时候微山湖打鱼的那个渔网上那个竹子都是运过来的。竹子当时也可以用来修运河上面的船。对，这里周围的全是这种日用品名字。对。哎，那儿不是有放着很多竹竿？哎，咱们到那儿看看。您这是编什么呢？这是扇面的小螺，面骡子。那还得用那个小细网，就是这个是吧？哎，对。这个是多少木的网啊？这是40木的。40木的，你看这问题问的专业。什么是木啊？这木啊，就是看它这个精细程度。1英寸多少个叶？哎，还1英寸。这是多少木啊？这是40木。现在用这个螺的还多吗？不多了吧？也不少。夏天这个面有的生虫的、给虫的。对。我们家也有，但是好像现在用金属的比较多一点。有啊，现在都用不锈钢的。您这个收口是怎么收啊？收口再长一圈。对，这个不存在那个问题，是这种存在这种收口的问题。哎，编的那个，这是竹子编的吧？那是竹子。我拿过来看看啊。看看不要钱。你看。这就是用那个竹皮儿，就是竹篾把它收起来的嘛。就是因为你编的时候它肯定上来了嘛，但是你得把它给收住。这个收口是收的很漂亮，见功夫了。哎，这是细功夫。对，这是细功夫。漂亮。这个竹皮儿是你自己劈的吗？人家就自己会编，你就是会劈竹子，不会劈竹子就不会编。像您编这么一个小筐，大概得多长时间呀？大概连破竹子加上得3个小时。那也很快了。那是挺快的呀。3个小时编一天，你才编几个筐？那这一个筐大概能卖多少钱？卖不了。现在人家筐子卖40块钱。40是吧？我小时候跟我爷爷编这种东西，但是他是用柳条编，因为我们那儿没有竹子。我爷爷用那个柳条编，我是干嘛呢？我弄个小夹子给它去皮。去皮。你这儿有那个去皮的小夹子吗？这会儿这那个水搁着水去皮，那个都就集中去一批。哎，对。去完还要在水里泡吗？去完不能泡，得晒。得晒。
志强问的还真都是专业问题啊，就显示他真是干过的。哎，我是真干过的。像您这个生意好吗？以前还行，现在都不行使。但您这是只是在店铺里卖，还是也在网上卖呀？你这个？我都在店铺里头。就在店铺里。都在店铺。你没想过在网上卖啊？没有。好多人现在不是发短视频啊、直播啊。哎呀，现在人买东西都是网上的东西假。你不喜欢？网上他骗人的东西太多。是吗？哎，那您这有不骗人的不就好了吗？啊，不骗人，为啥你买不动？对呀，你不是，他不叫骗人，那叫吆喝。啊，叫吆喝啊，对。那你怎么给自己吆喝的？啊，我这不吆喝。你不吆喝？哎，不吆喝。现在很少我能看到说不在网上买，只有在店铺里卖。哎，在店铺里卖看着实在。那你不觉得你上网卖，你卖的多吗？没必要卖这么多，你这累的。这个店铺多少年了？我干了50多年的，50多年了，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到江那好。那这个生意网络起来之后，这生意是有一个往上走的趋势，还是往下走的趋势？哎，往下走去，哎，都每面都上下走去。你不多招几个徒弟帮你干啊？你现在没谁学这种东西，没谁学了。哦，没处学了。哎，没谁学了。上岁数你再改不了了。你们聊着啊，我得先看看这边都有啥。哎，我再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吧。你小时候就用过？我小时候没用过。这是高级东西。比方说你开一个馒头店，或者你开一个包子店。以前馒头店不都用这个吗？哎，你得装在这里头。这个有个啥好处呢？比方说啊，冬天你现在很饿，对吧？你放学了，走到小区门口、家门口，突然有一个卖这个的，打开，一股热气冒上来。那个馒头的面香味儿就朝你扑来，因为这个保温是吗？一个是保温，另外它把那个味道给闷在里面嘛。哦，比方说你拿一个塑料袋装着，那个塑料袋会很湿。对，它这个就不会湿啊，因为它把水汽都吸收了。而且微塑料会进入人体，对呀，特别不好。对呀，我其实特别想有一个这个。家里人口多，你不得都。对了，你还得大家庭生活方式。你现在比如说人家就一个人住，一个人吃点普通做弄点那个毛巾一包子齐了。对，那只好对吧？我们在线催生，大家多生点孩子，然后就能用得上这样的东西。或者社区搭伙。哎呀，这是踩脚垫吗？不是吧？这个不是，这是搁着政策的。现在政策里头放的那个当笼布用。这是当笼布用的。哦。这个，比方说你包饺子，然后包的饺子放摆，哎，就摆一盖子。这个是你知道是干啥的吗？你要把小孩放在里头。哎，以前家庭穷，炸叶子丸子得挂起来，省得小孩吃。啊，对。真是小孩吃，你看人家说的。哎，以前家庭穷，炸叶子丸子得挂起来，省得小孩吃。不是小孩吃啊，人家说把馒头放在这里头挂起来，怕小孩吃。哦，把小孩偷吃。这走亲戚的时候，比方说我要去你那儿走亲戚，我带点礼物放在这里头，你接到了是吧？你就放下2个，但是大多数要给我退回来啊，就不能把这个别人带的礼物全都收下，全留下，这是很没有礼貌的行为。你还会这种老规矩，这会礼那叫是吧？哎，我自己亲身经历全过程。就是你去这个亲戚家，你特别爱他，你很希望把这些东西都给他。但是你拿着这个，为什么拿这个你不可能全给他呢？因为你总得把篮子拿回来啊，篮子是很珍贵的一个家具啊，总归是要推搡，然后呢又带点东西回来。我就知道就是小时候我们家里说起来，比如说邻居家做了一盘什么吃的给你拿过来，就你吃完给人家盘子不能空着回，但是因为你城市小孩。对，但你刚才说的那个，你说就是不能全拿，但现在人家一送就是什么水果篮子、鲜花篮子，不就一篮连篮子都给了？对了，哎呀，你知道什么改变了这个人与人的交往规则？塑料袋。啊，塑料袋，我说对了吧？对，现在都是塑料袋。就是你拿着塑料袋呢，你就把整袋礼物都放那儿了。就是说，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什么改变的？根本不是什么那些宏大叙事，就是一个简单的工具的变化。就这种改变啊，宏观上来看是集装箱，微观上来看是方便袋。是方便袋。太有意思了，这些都是一整套生活方式。这附近有位马老师画了很多运河图，咱们过去也看看吧。
竹竿巷南口。哦，这我们刚从这儿回来。你刚才我的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地方最好的繁华的是小道口的，就是竹竿巷的南口。这个金陵的名胜古迹啊，这个300多幅画了，画了300多幅了，其中这1幅画就是150米长。我的天哪！哦，这个一定要先看看这个图。你看这个就是这个从北京就是出来了，从土坝子过来有个八里桥。八里桥啊，八里桥是北京的景象，到这个潞河。这个潞河这都是原来通州的那个东厂，这都是官府的这些粮仓，存放粮食的粮仓。哎，您把这粮包都画出来了，是吧？我画的是现在就结合到明清年间的时候的这个景象。因为那个是运河，就是从1283年开辟的这一段运河，所以我得把它这个景象，把它恢复到明朝跟清朝期间。我这个很羡慕马老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因为这个建设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很多已经看不到原来样子。那个时候您看到的，现在很多都看不到。一晃这个又几十年过去了。这个运河沿街的城市55个城镇，都这个古迹都把它标注下来了。我自己搞下来，带着书写本，带着相机，带着望远镜，近的远的都要看看。这个是得走访一些老人。这个沿途的老人，人家这个得采访人家。但69年那会儿，这么交通可不方便，就是步行，不是出差很费劲。我那个步行，从北京的这个通县一直到杭州的钱塘江。步行啊，步行，就是走到哪里画到哪里。步行一路走下来，那得走了多久啊？20年。画了21年，画了这个3560里路。独山湖啊，这是南阳岛上。南阳镇在一个岛上。南阳古镇就是南阳一个小岛。他们另外一组就去这儿。这个就是微山湖，你知道微山湖确实是跟运河有关系的。当时运河为了蓄水，其中就有一个就是微山湖，它还叫什么北4南5。对。说这边有5，那边有4个。那时候蓄水是蓄了很多这个水的，产资源可丰富了。哟，这是运什么的呀？这运啥的？运石头的吧？不是，像冷柜好像。像那个船还是运沙的那种船。沙船。它这等于你看都是交通工具拿船运，有运拖拉机的，还有运自行车的。哎呦，这赶紧停船啊！警告他了！哎呦我天呀！哎呦我的妈！第一次见这船上还得有规则哈。水上交通但真好玩！我操，我特别爱坐这种船，然后在这儿转。哇，这一下就豁然开朗，已经进了，前面应该是南阳镇了，就那有楼那个地儿。聊着聊着，前面就到了南阳古镇。南阳古镇位于微山湖中，京杭运河穿镇而过，给这座北方名镇带来了几分江南色彩。南阳也因此被称为江北小苏州。南阳古镇，它是古泗水岸边的一个重要的村镇，而且呢，康乾时2位皇帝下江南时也来到了南阳古镇。都在这住过。对，杨老师，你看，我们牌坊的这3个字，是2位皇帝的字踏上去的。这不像乾隆的字儿，这像不是乾隆的。对，南阳这2个字呢是康熙的，甚至是乾隆的。这是乾隆的。对。但他是特意仿了他爷爷的字体写的是吗？对，有点这个意思。不太像是自己的字儿。来，我们这边走吧。好，我看看这卖啥呢？这怎么卖啊？这帽子怎么卖啊？我看看这帽子，这有大号的吗？号都一样。
不一样。我拿个最大的行吗？这个我会。对对啊，找个10块，因为那是路上的意思。对。哎，可以吗？哎，咱俩带上这个有点铁道游击队的歌。老乡，哥哥，你带上这个，你知道像啥吗？像那个雪滴子一样，转头上了，转个身，真的杀俩人的。我一人要一个。这小青蛙也好玩。这可以，这可以。我再要个这行吗？行，这一下像当地人啊，不会让人觉得外地。这一下走了，走吧，我们再去别地方溜达溜达吧。走，康乾别院。对，南阳古镇有康乾别院，那就是康熙、乾隆下江南是住过的地方。哦呦啊，我就不陪你们了，你们看看这豪宅当年的样子啊。走。哎呦喂，这个高啊，这高门槛，这半黄的一下，哟，里面大。哎，里边好像唱戏了啊。哇，嘿，过来，你好，你好，你好，哎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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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看来你们来，哎呦，这么有特色，真漂亮！没，您坐，您坐。好。满朝的中文舞堂，相思这个戏刚才唱的叫什么戏？这是山东梆子传统戏《老洋山》，范丽花，哎，范丽花。哦，这是山东梆子唱的。山东梆子，哦，哎，咱们山东梆子是这个在山东的地方戏之一。山东梆子也有近400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真是流传着这个运河水，这流淌着这大运河的血液，真是。老师，那我问个在业余的问题，就我老听说河北梆子，那山东梆子这些有啥区别？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它都是梆子体，都是用秦腔、陕山梆子啊，沿着运河水结合地方的这个地域特色、地域语言演变过来的，都是从陕山梆子演变过来的，都是有源头，秦腔，结合了本地的方言，哎，结合本地的方言，对。您学这个多少年了？我学这个近40多年了。哎呦，谁会模仿我教你们山东梆子腔？这打人家这手背上了，他肯定是最有希望学会的。我就别打手背，我们只是听，唱不行。有关于大运河的几段，我给你唱一唱。行，听听，你能模仿了吗？好，我肯定模仿不好，我不行啊。但就一个，您调门可千万别太低了。好，我们老是唱不了低调门的。您就要学就2句就成，不用太多。好。大运河关南北，波涛滚。好，我听完您这调门我就别唱，因为我一唱就我不是低了我也来不了。不是他的意思，您这个调门太低了，他就别唱了。不是，我只要一唱压过去了，这就全走了，估计就。我起低一点好不好？好。不是大，这个调好呀。大运河关南北，波涛滚，波涛滚，不是滚。他唱的是大运河灌南北，波涛滚滚。不是人没叫你，好。不是，但我真的我第一次离这么近听，你会发现他那个声音更比那个电视上更穿透啊，更婉转。哎呦，好听，真好听！您这40年的功底太吓人了。是不是乾隆也跟我们一样，当初也看过咱看的是山东看过梆子戏？我来了以后就拜戏台了。这多些前辈们都在这里，都在这里演过。但过去，比如清朝的时候，这个运河进京给乾隆贺寿的这些剧团，是不是也都在这儿搭台演？都在这搭台演，都在这演。这个戏台据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造的。谢谢您，谢谢您，再见。嘿，你看，哎，哥哥，你看前面，哟，这是干啥的？人这是生鲜瓜果梨桃，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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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这是卖菜啊？对，水果真好。水果、菜。水果，哎呦，豆腐什么都有。您这平常您种多少年了？30多年吧。一直是您这么种啊？就这溜着卖，对。蒜蓉家每天就在这个大东方，对，基本上就每天吧。那每天几点出摊啊？像您？一般夜晚都2点多就得赶集买东西。夜里2点进货去。对，进货。哦，这新鲜。哎呦，冬天也冷啊，这啊，肯定了。这本身就是个受罪的生意。你这冬天有结冰的时候吗？结冰结厚都结那么厚。那冬天这会结冰。哎，那您怎么办？结冰，就钢，咱开机器钢。破冰。所以船是铁的。船是铁的，原来是木船，木头的也的。那您这也没有歇着的空，您是每天都来还是？每天来。每天都要来。对。哎呦，那估计这边都是您老客户了哈。对，这原来吃我的菜的小孩，现在小孩都多高了，30多年了。哎呦，我们去过中国这么多水乡，第一回看见有在水乡里划船卖菜的，这个别地儿真没有。而且关键是30多年了。对，这个挺不得。原来条件差，原来都是一手一手的造。那您是为啥发现有这个需求的？您是怎么发现的？那个时间，那个就说有能做就是做生意了，你没有别的干，对吧？就做生意了。您的家里孩子都得老大，儿子儿媳妇都在潍山教学，就靠您的卖菜一点一点把他们供起来了。车房都是反正慢慢给他们。哎呦，您这真的不容易哈。您今年有63岁，63了，收腹的。你打算还送到啥时候呀？干到再干几年吧。那真不容易。关键是这个居民是真方便哈，出门就能买到菜。他们就方便对。真好哈，真好。60、700年，在这个小镇上溜溜达达的。是买菜，哎呦，逛街。济宁运河之旅收获颇丰，走运团来在微山湖畔，美滋滋地吃上一顿渔家菜，兴冲冲畅谈旅途见闻，情切切共话运河古今。各位老师，今天领略我们山东考省这个称号了吧？领教了。我们考了什么？哦，就那个考了这个官大小嘛，排序。现在我们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河道总督署的大堂，请大家按照顺序把他们的官职从上到下的排出来。这不是局长吗？我出来的时候弹幕更多了。脱口秀领导这个官员应该位置不是很高。先把这事儿搁到最后头。对，弄到一个说一个吧，也不能头上下吧。带到市委肯定不灵了。工部尚书、两江总督、地方的总督跟这个中央的尚书应该是一个级别，应该是一个级别的。中央的大概得放在前面一点。太子少保，我估计差不多跟上面的，因为这是荣衔。钦天监应该略微低一点，除了徐志胜，其他都是级别挺高的。先这么着吧。那我揭晓答案啊。基本上大方向是对了，但是这个呢，它其实是一个正二品官员，它是在河道总督之后。哦，在河道总督还后面了。是的，那我们的两江总督呢，他是从一品大官，他和工部尚书和户部尚书是一样的，但是呢，他还是要再靠前，因为清代的两江总督，他管理江苏、上海、江西、安徽大省的政务，因此他的职权也是非常大的。那智胜到底是几品啊？这个没有品。没有品了，关键是。好吧，局外人。我跟大林合作呀，文官一品是仙鹤，武将一品是麒麟。哦，还有这个讲究，我们这叫文武双全。那淮安的那个漕运总督，他的那个位置高，还是河道总署的这个位置高？这我当时看过一个，应该漕运总督整个运河只有一个，河道总督是有俩，一个治所是在
济宁一个在淮安，对，淮安还有一个，曾经有过仨，还有一个放在天津。哦，但是后来撤了一个。啊，但是这个河道总督他治的可不只是运河，对，河道总督它是一个综合治理的一个状态。漕运总督只管运河是吧？河道总督他管的是高速公路，漕运总督管的是高速公路上跑的东西，相当于公路局跟运输局啊，这么回事，兄弟单位啊。但是你看孔庙的衍圣公是正一品，因为他是公嘛，对对，他有爵位的，而且我们还看了祭孔大典，哎，你们赶上了，11点就祭孔大典，每天都有，每天都有，相当壮观。这拿的这叫什么呀？一个叫月，一个叫羽。月呢是这个用野鸡的这个羽毛做的，对，叫月。然后横着的这个叫羽，也叫笛，它其实是笛子的一种。这个义武呢，最早呢夫子呢他也是用6翼，后面呢历代帝王呢不断的封赐，就是允许他用8翼。太平号一吹，天下太平。是不是还有人在那里跳舞？对，跳的那个舞好像6翼之舞。哎，现在比较客气了，因为清末的时候改成过8翼。因为8翼是大肆嘛，就最高等级的。那多2个是什么呀？没有多2，就是6翼呢，就是6 6 36个乐舞声。多2个不是有那个什么是可忍孰不可忍吗？就是孔子讲的嘛，“8翼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为啥生气呢？因为天子用8翼吧，诸侯用6翼，大夫用4翼。他呢看见这个大夫用8翼了，他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诸侯用8翼呢，我似乎还可以忍一下。没想到你这个大夫也开始用8翼了，所以他说，是可忍孰不可，这都能忍，还有啥不能忍的？礼崩乐坏就说的这个是吧？礼崩乐坏不是崩到这个，不是一般的崩。对，这脱口秀也讲4门功课了。我觉得我们好像对孔子的理解就会经历过好多就是不同的形象吧，对，会有不同的阶段。当然了，就是这个万世师表，但有一个事儿就是，反正我目前看到的都觉得他非常严厉，就说他不能容忍他的学生有一点点偷懒。好像有一次看到一个孩子就打瞌睡还是干嘛，我忘了是谁了，就是睡午觉那个载誉昼寝，是许不可雕，对，粪土之墙不可污的。对，然后就是他不太能容错，就是你有一点点我们现在所谓的，我们现在可能是不是叫松弛感还叫什么？我不知道这个话该怎么说啊。躺平也好，他肯定是看不得的，肯定是看不得的。不是都礼崩乐坏了，你还在这躺平，如天下苍生何呀？所以你看，历史上能调侃圣人的，就是我在这讲的，就是说相声的。我们传统段叫吃元宵。就是讲孔圣人带着子路颜回到陈蔡，兜里1分钱都没有了，就是这段。对，看了那儿写那个元宵，1文钱1个，他那儿拿笔给加了一撇儿，叫1文钱10个。圣人一瞧，这角色没什么人挺好挺清静。现在好，把笔拿出来了，干嘛？过去，又给添了一数，再一念好了1文钱10个。嚯！这当年还有一故事，这个马三立先生在台上演这段的时候呢，衍圣公在下边听着呢。演完以后，人这个后台就有人说这个马老您可犯了忌讳了，人家孔门的门长在下边听着呢。哎呦，赶紧把这请到后台赔罪，但人说没事儿，他说这个。圣人在这点也不会计较这个事儿，都知道是开玩笑。你就说孔子吧，这个孔子有个特别有名的故事，他跟着他的学生到郑国去，结果呢跟他学生走失了，失散了。然后呢他就在那个郑国的东门呢就等他的学生，等的就很着急嘛。然后他学生就到处找他，
到大街上打听，你看见我老师孔子了吗？人家说没见过你老师谁谁谁。他说，但是呢，门口那个东门那儿有一个人，这里长得像哪个名人，身体哪个部分像哪个名人。最后说惶惶如丧家之犬啊。然后呢，这个学生一听，那肯定是我老师，然后去找到他老师，就说，哎呀，有人这样说你。孔子说，前面说我那些像什么伟大人物，那就随便听听。惶惶如丧家之犬，我就是这样，能接受冒犯。哎呀，说到这开圣人的玩笑啊，咱们得说说李白的名句嘛，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哎呦，别说笑孔子了，还说孔丘啊，提名挂姓的。而且李白在山东也住了这么多长时间，在济宁也留下很多这种诗作。我总感觉似乎有某种思想上的张力在这里面，既有儒家的那种厚重啊，然后讲究规矩啊这种感觉在，同时呢也有李白那种飘逸的那种豁达的精神在这里头。哎，好像这两种看起来不太一样，哎，但是都共存于这个地方。说得好。壮观嘛，李白写的壮观，壮观不一定是山水，也是人文哦。哎呦，这个上去了。你们组还看什么了？我们去南望博物馆里面，请馆长给我们仔仔细细讲一下这个运行的原理。哎呦，哇，这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实际上呢，大运河需要借水行舟嘛。由于呢南望这一块呢地势比较高，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常常因为缺水而断流。这个图呢就是一目了然了，是吧？南望的地势啊，你看比较高，是吧？对。这个呢是河底啊，这个蓝色的部分是水位，这个呢是湖堤、河堤。到了明初的时候，这个明成祖不是建都北京嘛，又重开了这段会通河。当时的工部尚书宋理啊，他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啊，就从这个戴春坝在那上面，对，也是从截流大汶河的水，相当于就强行把汶河给改了一个流向。对，汶河流向就流到这边了。对，加了坝以后啊，戴春坝进行截流，然后顺着这个小汶河流向南望，在南望这个地方设分水口，然后分流南北。那所谓的7分朝天子，3分下江南是为什么要？北边的水多，南边的水少呢，就是因为北边呢从这儿到临清没有其他的水源进行补给运河然后呢从南望往南，一个是降水比较多吧，再加上呢水源也比较丰富，从这边就往南就跟泗水那边就连上了是吧？对，跟泗水连接起来了。我们今天还去了南望分水龙王庙，我当时就是真没实地去看过这个分水龙王庙，真不知道是那个。当看到那个是真的就是一条水这么着分开的时候，虽然没有水啊，还是会感觉被震了一下。你可以想象，就你想象这个东西太可怕了，你是咔哧一个水过来分开。哎，不要走！那两位朋友，您看明白了吗？这原来就是小汶河引那条水道过来的，对。然后这边就分着就奔北上，就奔北京了，往你们北京去了。哎，这就往那志胜他住的上海去了。关键是当年这个测绘技术没有那么发达，他怎么能把这个事儿就给干了？对，反正就是说这个南望这个分水闸是融合了很多智慧和原理的。对，给哥几个要讲一下。就是上面这是汶河筑了坝之后，让汶河的水流到下面来。然后这边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蜀山湖什么南望湖等等那几个湖。而这几个湖里面的水，就是因为小汶河被这么憋过来之后，把这几个湖给灌满了。这几个湖是作为水柜用的，就是那个柜子的柜。我知道。对，作为水柜用，怎么用呢？上面能看到这儿是有闸门的。那么等到下面船要从这边过的时候，这个闸下面的水位低，上面的水位高，那么怎么让船爬上来呢？把这个闸门打开，两边的水平了，然后它就可以过来了。但是过来之后，继续再往上爬，这边上面还水位高那么把下面这个关上，这个闸门打开，然后又平了，船又可以过去了。一路这么走到最后，麻烦了。到了最上面那个闸门的时候。水跟这道平了，但是接下来没水了那你怎么补水？就用那两个水柜，
所以在水柜那边又有一个专门的有一个闸门，用于等到这边这个船过来之后，水柜那个闸门打开，把水放进来，然后让这下面这些重新有水，后续的船再能够一节一节往上走。而接下来问题继续，水柜的水放干了怎么办？没问题，上面还有那个什么呢？小温饮盒，温水。对，温水的水顺着那个闸门继续再进水柜，加一块儿能有上百个闸门，然后这个闸门彼此配合。其实这个挺厉害的而且从戴村坝下来，戴村坝那儿的海拔是51米。到了南望这个是38米，差了13米，而这13米的这个高程的这个差距，如果你这个水直接下来的话，有可能太猛，所以它的河从戴村坝下来之后，刻意的保持那种弯弯曲曲，以便减缓流速，然后同时在每一个弯曲的地儿还派人在那儿长期的驻守，因为河流到一定程度，它有可能会踩弯曲直，对，我确保你不会踩弯曲直。我来始终的进行维护，以便始终控制它流速，最后能够保证这个堤坝不会被冲毁。一整套极为复杂的系统。但是留住的人是不允许拿这水去灌溉田地，他们不能种东西。对，确保这个运河这边的水量。所以这个最大所有的知识学到最后就是用来解决问题。对，能不能解决问题？对，真正的检验标准。它上游还挖了几十处泉眼，对，那是补水这个水。所以可见上游水匮乏到什么程度。整个这个山东运河300处泉眼，300处泉眼。我们在那儿做了一个比喻嘛，就是个自然水泵，把本应该流到别处的水就流到这儿。山东这一段啊，管这个泉眼的人叫泉夫，2600个编制。你看看，管这个闸的叫闸夫，4000个编制。所以这个河运是万万不能取消啊！对，有多少编制呢？百万曹公生计所系。我今天特别感慨的是最后那张图，就是它这个大运河的那些图旁边有一个南水北调的线，就一根直线。我就问，那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科技比那时候发达多？他说那当然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有了这个泵、水压各种能够达到的这个压力的层级，跟过去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你看这太明显，那儿想了多少办法。对，就是那你说那就是一个古典主义绘画，然后一个现代主义，咔嚓。古典主义是曲线，现代主义就是咔咔的直线条，极简的线条。我们还见到了那个1000年吧，那个银杏树，宋代一棵银杏。关键是在那个宋代的银杏树下发生了很多浪漫的故事。对。我们在下边追跑打闹哎呦，嬉戏，哎呦，那个金黄的落叶，然后一边飘摇，他们呢在那这慢动作是吧？还就这么说吧，极尽浪漫之能事。对，你们仨，我们仨。预知后事如何，请看最后的正式剪辑。真不错，真不错，这个真不错，这应该是一年最好的时候了。3、2、1，耶！我实在难以想象，去的又是圣人家孔府的地方。当时路过的人都说我们有辱斯文呢。我们是互相有辱。哎呀，这个片子剪出来我也不看。来，请我的带刀侍卫，把我的对联拿上来。有道具了。哎呀，哎呦，这假如李白能喝到这个茅台1935，他会怎么说？就顺着这个灵感，我献丑，写了一副对联。我们看您这篇大作，上联是茅分人国，河分南北，太白楼中诗仙醉。哎呦，太好了。这个茅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古代分封诸侯啊，要拿那个白茅草包一块土。志胜，这一块地就归你了，就是这里的诸侯了啊。茅分人国，就这个地方呢，古代分封为人国，所以咱们待的地方就是人城区啊。这个人字就是这么来的啊。下联呢，台林闸渠，才林筋骨，竹竿向外，志向心。台林闸渠，
太白楼建在一个台子上，很高的一个台子，它下面呢就是运河，古运河。这段古运河呢，因为水闸很多，所以又称为闸河闸渠啊。竹竿巷外势向西，我们又到竹竿巷去溜达了一圈。竹竿巷呢，想象当中啊，还是原来运河流淌过来的南方的物产，外面呢，世界已经完全翻天覆地，变了样子了，横批是喜风大运，闪耀山河。哎呦，好。献丑了，献丑了！段老师啊，这每集都能给我带来这个惊喜啊，是不是啊？真正的惊喜有发现吗？我看出来了啊，这个藏头，段老师用茅台1935来概括他今天走过的一些地方。哇，这个太有才了。好，献丑了，献丑了，好，有才华。哎呦，再为您这个喝一个，给大家助兴，助兴。来，压兴。你看，但这次来济宁，其实济宁我本来还想着节目组跟我说要2天，我说哪用得着，半天我带你们逛完了。结果来之后，真的你就用心的，还发现你并不认识济宁。对，真的你就发现太多了。太多东西了，你看，大运河那边有南王水坝，就有那种很严肃、很公正的一面，但是南阳水镇它就是会有自己的那种文化，岛民文化，对吧？然后他们也能欣赏到那边的很好看的微山湖的风光啊。你看，就是咱们去采风也是李太白跟孔子嘛，对吧？是，也是在这个地方共存的。然后包括您那个就编竹筐的，以及和那个绘画的马彪老先生。对吧？他俩也是，就是你处处都有这样的对比，处处都有。你看，有我和谁？没找到。他对着他自己啊，我对我自己。他有幽默的一面，也有严谨的嘛。对，所以说就很开心，大家又帮我们济宁开发了一个新的名片，也开发出来他新的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所以说最后。没法代替济宁，代表我自己感谢各位，辛苦啦！感谢济宁人热情接待，热情，开心。好。在济宁有一处充满温情的精神家园——运河夜校。开运会后，走运团受邀拜访夜校，在那里进行了一次主题演讲。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邀请走运团的老师们。哇，这老年人啊！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山东省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宣部特聘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大运河文化宣讲专家杜庆生老师，欢迎！大家好，都吃了吗，朋友们？吃了。你刚才说那是济宁话是吗？济宁话。你教我2句济宁话。我教你2句啊。今天可来这么些人。今天来这么些人。谢谢大家了，还行啊。好，来，各位老师入座吧。来，你站桌子外，我站桌子外。你习惯这样？对，你别抢我地儿了。哎呀，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郭麒麟的快乐。咱们这就叫运河夜校是吧？是。咱都学什么呀？在这儿我能问？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说学逗唱来。然后我们这回的主题呢叫。假如没有大运河，会怎么样？哎呦，这个主题很深奥。对。你可能给大家都说走了，你。这个题目叫“如果没有大运河”。说实话，虽然运河在咱身边，但是咱真正能感受到运河对咱的影响的，其实我至少对我来说，可能相对来说没那么大。直到我去了那个南阳，那边有一条运河，我就在那个运河上，我就看到了那个叫康乾别院。就是康熙和乾隆去下江南的时候，会在那里短暂停留一下。康熙、乾隆大概就在那住1天吧，但他盖了个戏台，你知道吗？就1天，你这么爱听戏，你就别下江南了吧，你在京城听吧。然后那个上面还有个东西叫戏如人生。然后我们出来，我又碰到了一个人，
一个爷爷，他就撑着一条船卖菜，然后就是周边河两边的人就会来他那个船上卖菜。我问他卖了多少年，他说30多年了。我当时就很好奇一个事儿，我说你冬天怎么办呀？冬天咱济宁结的冰都老厚了。他说冬天没办法，就是把马力开大了，个船就冲着那个冰往前冲。然后他告诉我，我说你还干几年？他说干不了几年了，因为他说他2个膝盖已经全部坏了，已经全部都换成了应该是医用的那种膝盖了。他们那条河道是康熙和乾隆走过的，也是他在那儿卖过菜的。我当时就想到了，如果说真的是戏如人生的话，我特别希望这个戏是一个轮回戏，就这个爷爷啊，轮回前几辈子就是康熙，康熙现在演的这个戏就叫重生之我在大运河卖蔬菜。我当时真的就是会觉得，哎，为啥会这样呢？就是在那条河上同时进行了这么一个交汇。然后我就问爷爷一个问题，我说，哎，你孩子怎么样？哎，爷爷这个表情挺打动我的。爷爷说，孩子在县城里安家了，就是靠他这么着，在这个运河上这么卖菜。就是我在想，对于这个爷爷来说，到底是如果没有这个大运河好呢，还是如果有这个大运河好呢？如果没有这个大运河，我也不确定他会不会找到其他的人生的支撑，或者支撑人生的一个点。但如果有大运河呢，你又会想得到他在冬天，结满冰的时候，他撑着那条船一路破冰就过去了，是不是也觉得会有点不忍呢？但是我后来爷爷说完他孩子的时候，我就突然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大运的话，那真的是我们人生的幸运，学会感恩。如果只是我们的人生只能有一条小运河的话，那我们就只能破冰前行了。谢谢大家。我们下面有请段老师。那个我们在来到济宁呢，可以说到了正宗的北方了，是吧？一来到这儿呢，我们就想起来北方运河的开创者。现在北方的运河呢，我们从历史上一般来说会追溯到曹操。曹操呢，当年在今天的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开拓了这个一条或者几条运河，具体情况我们不太清楚了。开拓运河的作用呢，一个是他要追击这个袁绍的余部，袁绍的儿子；另外一个呢，他要北伐乌桓，对吧？这2件事呢，对于曹操来说都非常重要啊，因为他最大的敌人就是袁绍。如果袁绍的这个儿子余部还在，当然对他来说就不能叫统一北方，对不对？那即使他打败了袁绍的余党，可是在草原上的乌桓拥有强大的骑兵，仍然是曹操的重大威胁。所以呢，开凿运河帮助曹操完成了这2件大事，统一了北方。那么如果他没有开凿运河，做不了这2件事呢，不知道历史会往何处发展，但起码它应该不会像真实的历史当中势力那么大。所以汉朝呢，也可能还会继续存在，天知道，我们不知道了，也可能是这样。那《三国演义》的故事就不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样，也许是7国演义、8国演义，也许是梅国演义啊，我们不知道。但总而言之，不会有《三国演义》。那么即使是这一切都发生了吧，有《三国演义》了，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那么时代来到了隋朝啊，隋朝开通了隋唐大运河。那么隋朝的灭亡呢，也和大运河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对？千里长河一旦开，王隋波浪9天来。如果隋炀帝没有开拓这个大运河呢，也许隋朝还会存续很长一段时间。过了1、2代之后，可能有一个姓陈的小和尚会继续西行，对吧？他因为精通经律论三藏，所以被称为三藏法师。但因为这时候还是隋朝，所以在历史上他会被叫做隋三藏，对吧？然后他回来之后口述了一些东西，他的徒弟记录下来，就变成一本书，叫《大隋西域记》。也许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但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大运河，《西游记》的故事肯定会重写。那么假设这一切还是发生了，隋朝还是灭亡了，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啊，这时候来到了宋朝。那么在宋朝北宋的后期呢，在离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不远的一个大水池里，对吧？大水坡里住了一群英雄好汉，对不对？后来我们都很生气，梁山好汉的故事为什么结束呢？因为宋江一定要招安。可是如果我穿越回宋江，我也必须要招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历史书上写的明明白白，梁山泊后来就没了。
可是梁山泊为什么没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运河在这里开通了。那原来呢，这里可以存住很多水。那运河来了之后呢，大家就拼命的来改变这个水环境，来供给这个运河的用水，引起一系列的这个水的变化。梁山泊没了，后来就兴起了这个北五湖。那么后来呢，北五湖也没了，但是只有今天的南四湖还在啊。所以如果没有京杭大运河呢，《水浒传》的故事一定不是今天这样。也许这帮英雄好汉还住在那里，直到今天还在那里，不知道自己在那里搞些什么啊？可能会少一个人吧，也许武松不会来啊，因为西门大官人的生意就靠京杭大运河，对吧？总之呢，没有大运河，水浒的故事一定会不一样。那么就算宋江还是招安水浒的故事还是结束了时代车流滚滚向前。这时候来到了清朝，在清朝的扬州呢，巡盐御史林如海家里生了一个小女儿，叫做林黛玉。后来林如海的太太去世之后呢，他这个小女儿要送到北京的我姥姥家里去，对吧？但是是坐船通过大运河到北京来的。如果没有大运河呢，以林黛玉的身体，大概家里不会放心让她这个车马劳顿来到北京，对吧？《红楼梦》的故事一定会是另外一个面貌，贾宝玉大概率会在大观园和他的姐姐妹妹们厮混着，然后过着十分顺利但是空虚的生活。那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所谓四大名著，也许再加上其他的，比如说《金瓶梅》或者《警世云言传》《聊斋志异》这些文学名著，这些作者和里面的故事情节，很多都依托于大运河而存在。为什么会是这样？那么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运河创造了我们社会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域。那也许我们看一个社会来说，我们一般人普通人的这个重要的需求是生存，对吧？我们活着就好。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呢，国家要正常运转，这是上面的需求。那么在中间阶层，这些我们日常的生活实际上是靠商业的、靠流动性、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来打造的。那只有这个中间层才能催生出文学。实际上，这个中间层也才是我们的生活本身。我想，究竟有没有大运河，也许不是那么重要的关系。可能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那么假设说这一种由大运河构造的中间层不存在了，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重构我们社会当中非常宝贵的这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重构我们的生活？这个可能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谢谢大家，这是我的分享。我想提问志胜老师。哎呦喂，这个我这纯属就是个人情感。我只能回答你，对不起，我有堆朋友。您说。那个想问您一下，此次这个家乡之行，您有最大的感想是什么？然后以后有没有考虑为咱们家乡写段脱口秀？就这些。哎呀，你那个跟情感也没多少关系。没有，其实回来的真实的感受就是，首先我第一个是就没有想到咱们家乡有那么丰厚的人文资源可以去挖掘。就是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小的东西，叫做大家好像现代人对附近这个概念好像都慢慢都有了缺失感，就是我们脑子里老是想着远方，老是想着这个世界这么大，但其实我们周围的世界、周围的生活其实也很丰富多彩，也有很多传承下来的东西。如果不是参加这个节目，我很难知道咱们这个运河是在整个运河的最高点，它是被称为水脊。我真心的觉得这次节目让我感受到了，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家乡还是有很多可以探索的这个空间。我也保证将来如果说有任何关于人文、关于文化的一些节目的讨论，我一定会优先考虑咱们济宁。谢谢。老师，首先我要表个态，我是您的忠实粉丝。终于问我了是吧？好，对，因为那个我们家里每天晚上的必看节目就是您的脱口秀啊，每天晚上看。您当着一个脱口秀演员说看一个相声演员的脱口秀，就是喜剧之恋，因为我觉得杨老师那个脱口秀更有含金量。谢谢您，谢谢您。慧眼识人，你听听群众的呼声。对。
节哀吧，节哀吧。我也曾经有过海底捞。其实我是想问严老师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通过您的这种这个游历，包括您在这个就是您的这些经历吧，包括通过脱口秀的形式来给大家传达一些您的特别正能量的一些思想。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就是能够给现在的年轻的孩子，就是现在他们应该做些什么，或者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能够让他们更加认知我们的这些河流或者我们这些运河对我们一些文化的影响。我只能用我浅薄的认知给大伙讲讲我的实践啊，就是我比如说骑摩托车走了很多地方以后，当你跨过那些世界上伟大的河流的时候，你就感觉你书本上看的那些东西它是真的，那种真是真的是真的。就比如说你看我骑摩托车，我到中亚的时候，当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我真正跨过希尔河的时候，当两边你看到它两边的那种植被开始逐渐的茂盛，然后到它很繁华，包括我到尼罗河以后，你几次跨过尼罗河，你发现两边它的文明是以这个脉络向前延展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多走出去看看祖国的那些大好河山，你才真正的会爱这个国家，爱这份土地，爱这份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文明。这件事儿，当你看到名山大川的那一刻，这个事儿是真的。你站在青藏高原上，你站在天山脚下，你站在长江两岸，你站在大运河的时候，你更爱这个国家。谢谢大家。谢谢杨老师。大家好，我是运河精灵李李。随着运河北上，我们来到了九河下梢的沧州。上至99，下到刚会走，公园瞅一瞅，人人会一手。哎呦，各位好！杨老师，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咱们这就到吴桥杂技大世界了。哇！带你们来上学。哇，这小朋友，哇！我的天哪，他是个太要求天赋了，很难呢，协调力很高。现在舞台上练的这个就叫软钢丝。我有可能体验得到吗？这个很吓人呀，马老哥。1、2、3，哎呀，上来。哎，不错，站起来就已经值得鼓掌了。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到，哎呦帅！哎呦我天哪！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一种武术的精神在，就是我们习武之人讲究忠肝义胆。讲究大家小家，我觉得这才是中国人的根，中国人的本，中国人的武士精神。好，说得好，好，太好了，好。哎呦嚯，这狮子好啊！哎呦嚯！哎呦哇塞！这个还真第一回看，从来不知道这东西。以前没见过。2月10日，我们同闪耀吧大运河一起，沧州见。我终于懂得这条河是时光温柔的使者，让遥远有了期待。我终于懂得这条河是岁月坚定的行者，奔向前路